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经网络训练策略与效能评估方法哦。那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神经网络把它建构完成，我们建构也非常简单啦，就其实就只有输入端、输出端，然后用权重啊全部把它连接在一起，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哈。然后呢，我们这个训练策略跟这个效能评估应该怎么进行啊？来，我们来往下看哈。这个模型它被设计完之后，它到底可不可以直接先来试用看看？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模型训练我们根本就还没做过可不可以试看看哦？好，那这个首次预测应该要怎么下去做哈？我们来先看一下每一张图片的像素呢，基本上我们是作为这个输入啦这个输入的 data 基本上就是 x x data 这边就先把它命名为 x 那每一个这个标签的这个结果它就是 y， 然后这个模型的预测方式呢，就是将这个模型的权重跟你的输入端这 x 直接下去做相乘相乘完的结果就是预测结果就这样子不过啦，这个预测出来的那个结果呢，其实是它在每一个神经元上面其实都是有数值的，所以在这里面呢，要怎么样去做观察？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要去观察这个预测结果你要先将这个预测结果在每一个类别上面的数值去做加总。这里加总的意思是指说不要忘记那个输出会有一条线第一个输出它会接到我们这个784的第一颗神经元嘛，因为它那个神经元会跟我们那个权重连在一起，然后呢放在它身上。那不是只有一颗总共有几颗？784颗。这784颗呢会跟784条权重连在一起，连完之后呢全部汇整在谁身上？汇整在第一颗输出的神经元身上，这时候一颗那第二颗呢也是一样第二颗也是有784条跟那784个神经元跟784条权重全部相乘之后放在它的那一颗神经元上面，所以总共有几颗？总共有10颗。这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这个权重数量总共有7840个的原因啦。好，然后对于单颗来讲它就有784个结果，然后呢这个结果的值要去做加总就是说第一颗神经元跟第一个权重相乘之后，要加上第二个神经元乘上第二个权重，加上第三个神经元乘上第三个权重全部加总完之后才是那一颗 output 它身上背负的量它背负的量。好，所以我们这边讲将所有预测结果在每个类别上面数值加总之后，然后呢你就会有10个类别10个类别就是10颗神经元 output 上面都会有一个数字都会有个数字，然后在这些数字里面呢最大的那一个最大很简单，就最大的那一个就是你的预测结果好，也就是说如果最大的它是停在假设0 2 3 4 5 6 7 8 9或者是在这10颗这个类别里面看来看去这个第7颗神经元假设它就刚好是7号第7颗神经元它在里面数字是最大的数字是最大的，那就表示它预测结果是7预测结果是7。好，那因为每个这个神经网络它没有经过训练权重也从来没有修正过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它的预测结果跟实际的结果一定差距非常大这个是可以预期如果说你刚好跑出来的结果这个没有训练过的这个模型权重也都没有调过，预测出来的结果跟人的答案刚刚好相同，那只能是说是巧合啦这个是运气特别好。如果你再拿别的这个 input 下去测通常不会有好的结果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进行预测那我这边资料呢，先简单重新跑一下，因为我资料重新载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 training image 的 data 重新把它放到我们这个 image byte 里面，然后再把它读出来读出来的话，我们确定一下我们资料数量是对的然后这个图片集合我这边就先不输出先这边都先不用用到然后再来呢，我那标签不要忘记标签也要把它读出来标签跟我们这个图片的做法是完全一样设定好档名从我们这个资料从 NP 里面放我们的 file 把我们这个标签读出来也是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标签呢全部放到集合里面去放到我们的集合里面去，然后呢也是一样，应该会有6万笔因为你有几张图片就应该对应几张标签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张标签的资料第一张标签资料呢就是数字5数字5也就是说我们画出来那个形状长得很像5它确实它就是5标签上面的标示的时候标示成5。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 one hot encode 它在编码上面呢它必须要把这个5这个标签放在 output 的那个位置上面，所以你要怎么放上去我们就要设计一个这个 set label 把它转换成0000 100000那个1就必须要刚好放在第5个位置放在第5个位置。好，这里因为我这个环境有重建了，所以我这个神经元重新跑一次建构出我们这个 x 也建构出我们的 y 然后呢这个权重资讯的这个产生然后让我们权重生出来。OK， 这是我们现在权重资料。这个呢，不管你跑几次结果都会一样。为什么我们之前讲过，因为我们有去设定我们乱数中子值
这个如果你设定成别的的话，它跑出来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哈。我们为了要让它每次产生出来的结果都是稳定的，哦，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实验啦，不然这次做实验哦，这个效果特别好，下次做好效果就没有了，这就很可惜了哈。所以通常我们会尽可能让我们的实验可以被重现。好，权重值也设定好了，好，然后呢，这里是 one hot，one hot 我们有做一个方法叫 set label 啦，我们这个执行一下哦。好。这个基本上它就是你只要把这个资料放进去哦，它就直接帮你转成那个一维的 array。我们转换的方式就直接用 np 0哦，在我们这个你要求的这个数量，因为我们10个分类，所以它这里就会帮你填10个0出来，好，填个10个0。这10个0哪一个要把它设定成1，我们就看我们输入的值啊，输入的值哦。好，那在这里呢，假设我们现在放第一张图片进去，要把第一张图片放到 x 跟把第一张图片放到 y， 好，你把它设定进去。好，这时候呢，它会去做的事情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image， 哦，我们 image 还没有跑完哈，来 image 哦，跑一下，找一下 label 刚刚跑过了哈 ，image 在这里啊，刚刚还没有跑。OK， 好，也是这样，6万张好，6万张图片。好，来第一张图片呢，好，它除以25哦。它里面原本它里面的值啊，在我们之前的讲义前面看到，它应该是介于0到25之间。当你把它除以25之后呢，它就会落在什么地方？落到0到1之间，哦，落在这个区间里面。好，那通常这样才是一个这个好的计算方式啊。哦，你就说啊，那我一开始呢不要去做这个正规化，或是我不要去除以25啊，或者是说啊，我干脆这个简单一点哦，都不要去做这个处理，行不行？好。如果你的这个资料是在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哦，你也没有数量很多的这个神经元，或者甚至你的这个隐藏层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不要忘记它做的事情一直都是乘法跟加法。好，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数值很大哦，这个乘啊，加到最后哦，最后你的这个运算结果就爆掉了哦，已经超出它可以运算的范围。所以一开始啦，一开始我们都会尽量把数值压到0到1之间，好呢，即使它做了一个稍微夸张一点的运算哦，它也不会去超出它可以运算的这个范围的这个 range 哦。好。这是为什么要去做正规化的原因啊。那y 这个部分呢，因为有那个标签哦，它本身是一个数值，所以它这个正规化一定要做哦，正规化一定要做，不然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数字物表现在那颗神经元上面。那颗神经元它要被有效，它就被点亮，点亮的话基本上就把它设定成1哦，其他把它设定成0。所以呢，这个数字物啊，标签数字物哦，经过 one hot 之后呢，变成什么东西？变成0000001哦，0000000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标签0啊，标签1、标签2、标签3、标签4、标签5，标签5的地方把它 hot 起来啊，把它 hot 起来，剩下的都把它填0。那我们实际上在 set label 的实作方式呢，就是我们会有10个哦，一开始就做什么事情？做 npg 走哦，直接把它填成0，然后呢，我们要求那个数字直接在它的那个栏位上面哦，就直接把它设定成1哦，就这样子哦。我们的设计方式很单纯哦，设计方式很单纯。好，那回到我们这个首次预测啦。如果说你要下去做预测的话，哦，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把我们目前的权重啊，目前权重哦，然后直接乘以 x。我讲是这样讲啦，不过因为我们那个维度方向不太一样，它没有办法下去做这个直接下去做相乘啊，所以呢，我们要把维度调成正常的，我们要去转换这个调整我们这个资料的那个方向哈，资料的方向哈，调整完之后，你就可以下去乘以 x 哦，你就会得到这个结果，结果就直接跑出来了，好，它直接算完了哈。然后呢，这个结果不要忘记哦。那个结果里面它就是有10笔资料哦，10笔资料，这个时候它变成784笔资料，784笔，784，总共呢在这10个类别上面，所以这10个类别你要去做一件事情，把它全部加起来哦，怎么去加？好，你就 np 哦加总，把这个结果的那一个向度哦全部把它加起来哦，就是把784笔资料，那是它已经跟权重乘好了，全部加起来，加起来的话就会收集在那个结果上面。好，那全部算完之后呢，要做什么事情？在里面找出最大。怎么去找最大的啊？也要透过 NP 哦去找它最大的这个结果哈。这个结果找出来之后呢，我再看哦，它在这个结果里面的哪个地方哦，最大的那个在什么地方哦？那它就会把结果印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试试看。哦，它这乘完了哈，它计算出来之后，它认为了哈，这个经过计算之后。他认为这个3的这个位置哦，0、1、2、3、3这个位置哦，他认为是标签3，因为他在这里面他就认为它是最大，可是实际上它是不是正确答案？不是嘛？因为我们正确答案是5，好，因为我们 one hot 也是设定成5，好，所以呢3跟5之间就有落差了，3跟5之间的落差啊，这个落差怎么办？好，5减掉3哦，啊开根号，好不好？这个乘平方哦，然后呢去计算出哦它的这个落差，下去回去修正它的权重。接下来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了。好，如果你要下去做更新权重的话，首先你要先去设定一个学习率。我这边先把它注解起来，我这边先去做解释了，因为我们程式码在下面。
学习率设定好之后呢，你要去计算出你所有的预期的这个答案预期的结果，然后呢，你还要去得到你这个原本的这个 y 值，然后你要把你的结果减掉预期的结果，就会得到它的错误区间。然后这个公式我们在讲义上面有看到你就要把你的这个误差值乘上2倍的阿尔法，就是你的学习率2倍了。我们这里学习率目前设的是 0.01， 等一下我们看下面有没有改好，然后这个处理完之后呢，加上应该是先乘以它的 input 784，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权重值，就会是它即将修正的内容。那这个修正过程中，你如果用程式码下去写啦，就是写的这个 index range，这里面呢总共有几次，总共有几个总共应该这里的话应该是会有10个也就是说它要修正10次修正10次。在这10次里面呢，它要根据它的每一笔资料一条一条下去跳一条一条下去跳每一次里面总共有784个就是一个一个改啦。总之它会花一点这个精神下去做运算好，所以呢这个过程不是只做一次，这个过程不是只做一次，你要做几次？你要把整个图片的数量做过一次。你算完一张图之后呢，发现有落差你就把权重修一次，再算第2张资料的时候又有落差，再修一次。总共我们有几个资料？总共有6万笔资料，所以呢怎么样？修6万次修6万次整个6万次修完之后呢，叫做什么？叫做一个世代完成就是说他考一个试卷，这个试卷里面呢总共有6万题。好，然后这6万题呢，这个第1题答错怎么办？立刻检讨检讨完之后来这第2题考古题第2题考古题下去了，结果他要答错怎么办？也是一样，立刻检讨检讨完之后再出第3题。好，这里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份考古题总共有6万笔6万笔全部跑完之后，就是一次就完成第1次那接下来呢，你要再跑第2次，叫做第2次的迭代训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2个回圈了。这个回圈是为每一张图片应该说了，一张图片在这里，一张图片在这里这张图片喂进去之后呢，它会把它的实际结果跟它预测完的结果去计算出它的之间的落差这2个落差呢，然后去算出它这个权重应该怎么去做修正。7840条这个线一条条修一条条修，修完之后呢，这只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要修几次？这里你的训练资料总共6万笔所以这里会跑6万次跑6万次，6万次跑完呢，只代表它是完成1次考试总共要完成几次模拟考？总共要完成，根据你这边的设定我们这边设定是 APOC 5次所以呢，它这一份考卷6万笔题目的考卷总共要考5次非常辛苦考5次。好，那在考的过程中在考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有这里做一个输出做一个输出 APOC， 那我们去因为它跑的时间基本上会蛮长的，所以我们先跑先执行。好，我们想要知道说它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希望它能提示让我们知道，不然这个跑完才知道，跑完我到底是要跑5次让我知道，还是要跑10次才让我知道我们现在只能知道说它已经完成第1次了我们现在总共要等5次在这5次的过程中我们没办法及时知道即使我们现在目前状况是全部跑完之后，我们才可以用我们刚刚前面的方法去做一次那个评估看它像目前跑出来的效果到底好不好总之呢，我们先让它跑完。现在已经跑3次了它目前都是用 CPU 的处理器下去跑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程式码很单纯都是就是用 CPU 下去跑。好，5次跑完了5次跑完了。好，所以我们回来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呢这个预测结果是3嘛答案是5，预测结果是3，所以呢我现在再跑一次再跑一次有变化了有变化了答案对不对？答案还是不对的答案还是不对。它经过训练完之后呢，他认为那个长得像5的那张图看起来像是8所以他有没有训练好？没有训练成功他没有训练得到很美好了所以这个问题怎么去做解决它通常就是你要训练更多次。好像问题来了，那我们难道要就等到他完成训练吗？我们才有办法去知道他的这个结果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个方法就是让他在训练的过程中直接去调整他的学习成效。好，那个我们就先讲这个地方